2025年2月24号注定成为俄乌战争的重要纪念日，不仅是因为其是3周年的特殊日子，更重要的是，在24号的同一天内，俄乌双方同时做出了重要表态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重申了他们的要求：乌军投降，让出5个地区，乌克兰不再加入北约。如果达到这些要求，我们就将停止敌对行动。与此同时，泽连斯基也发出了最强音：如果离开我的职位是绝对必要的，我愿意这样做，我可以用它来换取北约成员资格。如果这样的条件存在，那么请立刻执行，无需长时间讨论。我现在只专注于乌克兰的安全，并且我也不打算执政数十年，我不会签署要让10代乌克兰人为之买单的东西。俄乌战争大结局真的要来了吗？而这一切还要从世界顶流川普上任说起。2025年1月20号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，时隔4年重返白宫，立刻在美国国内和国际政坛上掀起连番风暴。对于董王归来，最关注的话题自然是俄乌战争的未来走向。川普曾公开表示，将在24小时内结束这场战争，而他上台后立刻着手兑现了这一承诺。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政策出现了逆转，成为未来影响战局的最大变数。2025年2月12号，川普与普京直接通话，交谈长达1个半小时。接下来，副总统万斯、新任的国务卿马尔科·卢比奥、新任国防部长皮特·赫格塞斯、俄乌问题特使斯基·凯洛格等众多高官频频出访欧洲，传递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动向，并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了与拜登政府大相径庭的立场。2月18号，美俄外交代表在沙特阿拉伯展开会谈，在欧盟和乌克兰代表缺席的情况下，讨论俄乌战争的未来停战安排，同时释放出美俄关系缓和的信号。甚至传言川普将在2月底访俄。美国态度的转变，对于战争中处于艰难的乌克兰而言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尽管如此，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，绝不接受任何没有乌克兰参与的谈判结果。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不同意俄罗斯的最后通牒，那么现在乌克兰会同意最后通牒的感觉是从何而来？欧盟也表达了类似立场。2月19号，欧洲继续支持乌克兰并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。除了正在酝酿的60亿欧元新一轮对乌军事援助外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宣布，欧盟正在准备一项最高金额可能达到7000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计划。在过去3年里，欧盟总计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330亿美元的援助，美国则是1140亿。在军事援助方面，欧盟远远无法跟美国相比，但川普的态度却刺激了欧洲军工，他们正在大幅增强自己的军事能力，为乌克兰生产更多的武器弹药，同时也为欧洲补充更多库存。欧洲各大防务企业的股价正在大幅上涨，尤其是莱茵金属，在1个月内股价飙升 36.4%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各大军工企业的股价则是纷纷下跌，其中洛马下跌了 16.41%， 诺格下跌 13%。莱茵金属的 CEO 阿明佩切格表示，如果你不投资国防，他们会把你当成孩子。过去30年来，欧洲人只想谈判，只把 GDP 的 1% 用于发展军工。可世界正在改变。CNN 的最新民调显示，现在只有 8% 的美国人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， 4% 的美国人将俄罗斯视为合作伙伴， 9% 的美国人喜欢普京， 52% 的美国人支持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美国武器。但川普依然是美国总统，即便是因为某些因素导致他无法行使总统权力，依然有万斯做替补。毕竟川普现在就代表了美国，他要将俄罗斯打造为美国未来的主要合作伙伴。美国对乌政策由援助转为施压，乌克兰收复克里米亚是绝无可能，就是恢复2022年2月的战前状态也很困难了。
目前，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最大诉求就是力促双方尽快停战，频频向乌克兰施压，并向俄罗斯抛出橄榄枝。然而，从现实角度分析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俄乌战争在当下都不具备停战的基础，战争双方也都没有足够的停战愿望。自从2023年乌军夏季反攻失利以来，俄军就掌握了战场主动权，在乌东战线保持进攻态势，攻城略地。莫斯科必然有希望利用机会获取更大的地盘和利益。以俄罗斯素来的秉性，在战场上得1分，那么谈判桌上就要求10分。普京将在停战谈判上漫天要价，恐怕即使美国出面，也未必能够满足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在资源和体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，已经和俄罗斯对耗长达3年。不仅粉碎了俄军的速胜企图，戳破了俄罗斯军事大国的画皮，甚至和俄军打得有来有回。在2022年反攻中收复了大量失地，更在24年闪电突袭了库尔斯克。即便如今处于被动和守势，但同样让俄军深陷泥潭，推进速度慢如蜗牛，并给俄军造成了惨重损失。即使没有美国的支持，乌克兰背后还有欧盟。按援助金额计算，欧盟的援助力度已超过了美国，因此乌克兰还远没能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停战协议。鉴于俄乌双方和欧盟的立场，美国要在短期内促使俄乌停战，恐怕难以实现。那么2025年战局又将如何发展呢？如果川普的停战斡旋没能奏效，那么俄乌双方还将继续鏖战下去。随着美国对乌克兰的转变以及欧盟内部的纷争，乌克兰在2025年获得的外援很可能持续减少甚至断绝。加上前线的大量消耗，使得乌军在2025年只能全面保持守势，很难有力量发动类似库尔斯克攻势的局部反攻。其基本策略是依托既有的坚固阵地，顽强抗击俄军，尽可能守住防线并消耗俄军有生力量。相比之下，已经掌握主动权的俄军将继续在乌东战场上保持积极攻势。从当前战场态势考察，俄军在2025年上半年的攻势重点依旧在红军村方向，可能利用春季泥泞期厉兵秣马，并在春末夏初对红军村发起决定性进攻，力图拿下这一交通枢纽。如果俄军实现了这一目标，就可以从南面威胁康斯坦丁诺夫卡、克拉马托尔斯克等乌军核心地区。而这一地区呢，将成了25年下半年乌东战场的焦点地段。如果年内未能实现停战，俄乌双方围绕康斯坦丁诺夫卡、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争夺大概率会延续到2026年。除了在顿巴斯方向发展主要攻势外，俄军在25年还可能在扎波罗热、赫尔松、哈尔科夫等次要方向实施牵制进攻，吸引乌军兵力，为顿巴斯攻势取得突破创造有利条件。在乌东战场之外，库尔斯克将是2025年俄乌双方激烈争夺的另一个焦点。从俄罗斯角度看，绝不能接受库尔斯克仍被乌军占领，也不愿意在这一情况下与乌克兰展开停战谈判。因此，全面收复库尔斯克被占领土应是俄军在25年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。从乌克兰角度来看，占领俄领土对维持国内军心士气和国际观瞻都意义重大，也是与俄罗斯谈判的重要筹码，不会轻易地放弃库尔斯克。正是认识到库尔斯克战场的重要性，乌军即使在乌东战局危如累卵、兵力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，依然优先保证了库尔斯克战场的物资供应和兵力补充。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集中了战斗力最强的部队，考虑到库尔斯克战场对于乌东战场的支援作用，俄军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彻底消除乌军以苏甲中心的突出部，而是以频繁的小规模进攻吸引乌军持续增援，消耗其力量，是整体战场局势和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收复失地的最后时机。可以预见，库尔斯克战场在2025年将依然是一场拉锯战。过去3年的战争已经证明，俄乌双方都不具备改变战场形势的能力。预计在25年，乌克兰战场将会延续24年的态势，即俄军主攻，乌军主守，俄军以高昂代价换取土地，
吴军利用时间、空间消耗俄军，战场形势依然维持阵地战和消耗战，战况激烈，但战线推移缓慢。战争呢是政治的继续，俄乌战争如何结束，并不完全取决于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，更多的在于战场之外。俄罗斯、美国、欧盟各方的博弈和利益交换，以川普的商人秉性和行事风格，不排除和普京达成某种协议，并且以各种手段迫使欧盟和乌克兰在他划定的框架内接受停火。不过，满足所有人的停战选项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2025年2月24号，在这个注定无法平静的日子里，泽连斯基等乌克兰政府高层参加了乌克兰2025论坛。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强调，乌克兰军队已经成功袭击了包括弹药库、空军基地和能源设施在内的48个俄军纵深目标。去年9月，托罗佩茨的打击一次就摧毁了俄军16万吨弹药，而在前线，俄军85%的装备和人员损失都是由乌克兰无人机造成的。乌军使用的无人机中有96%是自主制造和购买的。马柳克还透露了一些其他信息。去年复活节，也就是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前，克空试图杀死泽连斯基、布达诺夫和他，但这个计划被挫败了。乌克兰安全局3年来发现了总计102个俄罗斯间谍网，这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真正的失败。3年前的2月24号，俄罗斯特种部队突袭基辅行政区，试图对以泽连斯基为首的乌克兰高层进行斩首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时爆发了激烈战斗，也知道了后果。在这之后，泽连斯基作为乌克兰总统，用俄语对俄罗斯人发表了讲话：如果你的军队攻击我们，你们会看到我们的脸，而不是我们的后背。1938年，当时时任英国首相的张伯伦签署了慕尼黑协议，告诉英国人欧洲将继续保持和平时，丘吉尔说了一句名言：在战争与耻辱面前，你选择了耻辱，可耻辱过后，你仍得面对战争。丘吉尔的眼光是毋庸置疑的，而现在欧洲乃至世界又到了新的转折点。大兵衷心的希望世界早日和平。最后呢，补充2条新闻。台湾在2月21号为经国战机加装了 HF-3导弹，作为反舰鱼叉导弹的补充。同一时间，川普撤换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，罢免的还有另外5名高级官员，其中包括拜登执政时提拔的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海军作战部长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